果一段感情结束，只留下背叛和伤痛，你还会相信下一段爱情吗？好雨之时节，最让人上头的地方，恰恰不是男女主有多甜，而是王浩真和郭雨欣饰演的宋之杰与10岁，明明都是被感情狠狠伤过的人，却偏偏在最不相信爱情的时候遇见了彼此。这部短剧于2026年8月14日在红果短剧上线，开播首日，红果热度值就突破8485万，相关数据迅速引发讨论。到8月22日，官方相关内容显示，剧集观看量已经突破10亿。但比这些数字更让观众上头的是宋之杰和10岁之间那种很难用一句甜来形容的感觉。他们不是一见面就轰轰烈烈地爱上对方，也不是传统偶像剧里那种霸道总裁式的强势追爱，他们更像是两个刚刚从暴雨里走出来的人，身上都有伤，心里都有防备。所以他们第一次遇见的时候，真正产生的不是心动，而是某种只有受过伤的人才懂得共鸣。10岁曾经相信过婚姻，也曾经认真经营过自己的生活。可当他发现自己被最亲近的人背叛之后，那种打击并不是一句分手就能结束的。他选择离开熟悉的城市，奔赴大理。表面上看，这是一次逃离，但实际上他真正想逃离的是那段让自己不断怀疑价值、怀疑感情，甚至怀疑自己的经历。而宋之杰同样没有好到哪里去，这个角色看起来冷静、克制，甚至有些疏离。他是医学教授，有着理性而稳定的外表，却把自己的情感世界关得严严实实。因为在他的过去里，同样存在一段无法轻易放下的伤。所以当两个都曾经被背叛的人相遇，故事最有意思的地方出现了。他们并没有立刻成为恋人，他们甚至都不急着靠近，因为他们太清楚，重新爱一个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再次交出信任，意味着再次暴露自己的软肋，更意味着一旦结局重演，自己可能又会遍体鳞伤。所以宋之杰和10岁之间最动人的地方，从来不是一句情话，而是他们逐渐学会放下戒备的过程。这也是王浩真和郭雨欣这组搭档最容易让观众陷进去的原因。他们之间的化学反应并不是那种特别刻意的甜，反而越克制越让人觉得真实。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次欲言又止，甚至是两个人站在一起时那种安静的氛围，都在不断告诉观众，他们正在慢慢靠近。尤其是10岁这个角色，她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等待男主拯救的女主，她经历过背叛，却没有因此彻底失去生活的能力。她会痛，会难过，也会崩溃，但她依然努力往前走。这也是郭雨欣在角色身上最容易打动观众的一点。她没有把10岁演成一个只会哭泣的受害者，而是让这个角色始终保留着一种倔强。她受过伤，但她没有让伤害定义自己。而宋之杰也是一样，他的温柔并不是一开始就摆在明面上的，相反，他的温柔藏在克制里面。他不急着追问10岁的过去，也不强迫他面对自己不愿意面对的事情。这种距离感反而成为了两个人关系里最舒服的一部分。因为真正经历过情感伤害的人都知道，有时候最好的安慰并不是不停地说别难过，而是我知道你难过，所以我不会逼你马上好起来。这可能就是宋之杰和10岁之间最特别的地方。他们不是互相拯救，他们更像是在彼此陪伴的过程中，重新学会如何相信一个人。这也是好雨之时节这个名字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好雨之时节，雨什么时候来，也许没人能够控制，但有些雨落下之后，并不一定意味着结束。它也可能让一片已经干涸很久的土地重新长出新的生命。宋之杰和10岁就是这样，过去的感情像一场暴雨，它让他们狼狈，让他们失望，也让他们对爱情产生恐惧。可是当两个人真正相遇之后，他们才慢慢发现，原来不是所有的爱情都会带来伤害，
原来真正适合自己的人，并不需要你拼命证明自己的价值。他会看见你的伤口，也会尊重你的沉默。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观众看这部剧的时候，会觉得它和传统甜宠剧不太一样。他没有把爱情简单的包装成遇见一个完美的人，然后从此幸福。他讲的是两个并不完美的人，在经历过失败之后，依然愿意再相信一次。这份相信才是最甜的地方。而王浩真和郭雨欣之间的 CP 感也恰恰建立在这种情绪之上。他们的关系不是单纯靠吻戏或者高甜台词推动，真正让人上头的是那种越来越明显的默契。一开始两个人之间有距离，后来他们开始愿意分享自己的生活，再后来他们开始关心对方的情绪，最后他们终于愿意把自己最脆弱的一面交给对方。这个过程看起来很慢，可是越慢越让观众相信，因为现实里的爱情本来就很少是突然发生的，更多时候是一个人慢慢进入另一个人的生活，从陌生到熟悉，从防备到信任，从不敢期待到重新期待。所以你会发现，宋之杰真正打动10岁的，并不是某个惊天动地的举动，而是他一次又一次用行动告诉他，你可以不用害怕，你不需要立刻相信我，你只需要按照自己的节奏来。这种爱情对于经历过背叛的人来说，可能比任何一句我爱你都更有分量。而10岁给宋之杰的，同样不是简单的陪伴，他让这个看起来冷静理性的男人重新意识到，生活并不只有过去，过去发生过的事情无法改变，但是未来可以重新选择。于是两个人之间出现了一种非常微妙的变化，他们开始从因为受伤而相遇，慢慢走向因为理解而相爱。这也是整部剧最核心的情绪转折。如果说刚开始的他们是因为同样的伤口产生共鸣，那么后来的他们就是因为彼此真正看见了对方而选择留下。这两件事情看似相似，实际上完全不同。因为同病相怜不一定能够成为爱情，真正能够让两个人走下去的是理解、尊重和信任。所以好雨之时节真正让观众沉浸的，并不是简单的虐转甜，而是一种成年人的爱情观。我们都可能经历过错误的人，都可能在某段关系里失望，也都可能因为一次伤害而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再也遇不到真正合适的人。但这部剧给出的答案很温柔，一次失败的感情并不代表你不值得被爱，一次背叛也不意味着所有人都会背叛你。真正重要的是，当下一段缘分出现的时候，你是否还愿意给自己一次重新开始的机会。而这恰恰是王浩真和郭雨欣这组 CP 最让人上头的地方。他们没有把爱情演成童话，他们演的是两个有过去、有伤口、有恐惧的人如何一点一点重新走向幸福。所以当宋之杰和10岁终于愿意靠近彼此的时候，观众感受到的并不只是甜，还有一种终于等到了的释然。因为大家知道他们走到这一步并不容易，他们曾经害怕再次相信，也曾经想过逃离，可最后他们还是选择了彼此。而这份选择本身就是最浪漫的答案。从播出表现来看，好雨之时节的热度也证明了这种情感故事正在击中观众。官方信息显示，剧集开播首日红果热度值突破8485万，相关内容随后还出现观看量突破10亿的消息。当然，热度可以制造话题，但真正能够让观众记住一部剧的，还是人物之间的情绪。宋之杰和10岁之所以让人舍不得离开，不是因为他们完美，恰恰是因为他们不完美。他们都曾经相信错人，都曾经被伤害，也都曾经怀疑过爱情。可是命运偏偏让两个受过伤的人相遇，就像一场迟来的雨，来得不早也不晚，刚好落在最需要它的时候。也许这就是好雨之时节最温柔的地方。
真正好的爱情，从来不是把一个人从黑暗里拉出来，而是两个人站在彼此身边，让对方慢慢看见，原来黑暗之外还有光。王浩真和郭雨欣所呈现的，也正是这样一种让人越看越上头的关系。没有过分夸张的甜，没有刻意制造的浪漫，更多的是细节，是沉默，是理解，是两个成年人在经历过风雨之后，终于愿意再次相信爱。所以，如果你问我，好雨之时节最值得看的到底是什么？答案或许不是剧情有多曲折，也不是 CP 有多甜，而是它告诉了我们一件很简单却又很难做到的事情：被爱伤过之后，依然有勇气重新爱一次。而当那个真正懂你的人出现时，你会发现，原来曾经经历过的那些风雨，并不是为了让你永远停留在过去，他们只是为了让你在真正的幸福到来时，更懂得珍惜。好雨之时节，而有些人也真的会在最恰当的时间来到你的生命里。或许这就是宋之杰和10岁最让人无法忘记的地方。他们不是因为没有受过伤才拥有爱情，恰恰是因为他们都受过伤，却依然选择相信彼此。这样的爱情才真正让人心动。